第4章，夜渐无声，林间的空气被撕开了。不是风，是冰刃破空的声音，短促、尖锐，带着杀意。融雪被踏碎，水洼溅起，落在枯叶与泥土上，很快又被踩烂，变成一片湿黑。思夜站在灵隙之中，白日的光落在他身上，却像落不到实处。他的身影在树影与雾气间错位，前一瞬还在这里，下一瞬已经换了位置。那不是速度单纯快，而是选择了最不容易被看见的角度，向夜里走出来的东西。对面3人已经散开，呈扇形逼近。弓手退到后方，重新搭箭，另外2人一左一右，步伐压低，显然不打算给思夜再靠近的机会。思夜的手垂在身侧，那不是空手，他腰间原本只见一柄短刃，此刻却多了一道极细的光，贴着袖口划出来，落入他掌中。弩箭，箭身不长，宽度也不大，却有重量。那重量不在剑锋，而在剑脊，握在手里时沉得很稳，像是专为近身而生。弓手的剑再一次离弦，思夜没有抬头，他只是往前踏了一步，步伐看似直，实际却斜，让箭矢擦着肩侧飞过。几乎同一瞬，他的左手一翻，紫箭无声而出。那是一柄极短的细剑，薄如柳叶，藏在母剑护手之下。方才那一翻，紫箭已脱离，沿着一个诡异的角度射了出去，不是直线，而是借着树干反弹，改了方向。弓手只觉得眼前一花，还没来得及调整姿势，手腕一麻，弓已脱手。紫箭没有贯穿，只是切断了他握弓的力道，随即消失在林影里。小心他的左手！有人低喝。太慢了，思夜已经贴近右侧那人。弩箭举重若轻，他没有劈，只是横扫，剑戟撞上对方的刀背，力道不猛，却极准。那人只觉得手腕一沉，兵刃被带偏，空门大开。思夜没有补刀，他脚下一错，人已经到了对方身后。紫箭不知何时又回到他手中，像从夜里自己飞回来。剑尖轻点，在那人后颈落下。那一下很轻，轻到只是一个确认，那人却整个人僵住，随即软倒。最后一人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走，不是退，是撤。他看得出来，这不是他们预想中的猎物。这个人不该在白天出现。思夜没有追，他站在原地，耳朵却动了一下。林间另一个方向，脚步声急促而乱，与这边的节奏完全不同。那是他。不语还在跑，他身后多了一个人。那人显然是临时被分出来的，步伐不算稳，却狠，每一步都在逼近，距离被拉得很快。不语没有回头，他只是跑，不是直线。他绕过树，绕过坡，刻意让自己的方向变得混乱。他很清楚，只要跑直线，撑不了多久。呼吸开始乱了，肩上的伤在奔跑中被牵动，痛得发麻。冷风灌进喉咙，像刀刮过。他忽然转向，不是逃离，而是回头。他绕了一个大圈，借着地势起伏，把自己重新带回思夜所在的方向。那一刻，他心里没有把握。他不知道思夜是不是还站着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接一次。他只知道离开他，死路一条。追他的人显然莫料到这个转向，脚步慢了一拍。就是这一拍，让思夜听见了。思夜动了，他没有大喊，也没有示意。紫箭先出，那一箭从侧后方来，角度刁钻，逼得追击者不得不停下格挡。弩箭随后而至，正面压上，2箭一前一后，向夜与影交错。追击者只来得及挡住第一下，第2下已经落在肩上，不是致命，却让他整条手臂失去力气。思夜没有给第3次机会，他一脚踏进对方步伐里，弩箭贴身，剑戟撞在胸口。那一下很沉，沉到把人整个击退，撞在树干上。不语在不远处停下，他扶着树，喘得很厉害，却还是站着。思夜回头看他，那一眼没有情绪，却像是在确认他还在。林间静下来，没有剑声，没有脚步，只有融雪滴落的声音，一滴一滴敲在枯叶上。思夜收剑，
子健回鞘的时候，几乎看不见动作，像是夜色自己把他吞回去。母剑垂下，他的手却没有放松。他知道这还没完，白天才刚开始。步雨走近他，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，像怕一乱就会倒下。他在他身前停住，抬头：“你受伤了吗？”他问。思夜摇头。他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意识到这口气不该松，却已经来不及收回。两人对视了一瞬，什么都没说。远处林线之外，隐约传来人声，很淡，却在靠近。那不是追兵，是路人，或是商队。白天正在逼近。思夜转身，重新选了一条路。走，他说。步雨没有再跑，他跟在他身后，步伐虽慢，却没有再乱。雪已停，夜却还没散。而思夜很清楚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不只是在街夜里的事了。